价值180万韩元，相当于普通工人16个月工资的包包。瑞士摩帆陀情侣款腕表，价值超过9000万人民币的豪华游艇，比普京座驾更豪华、更奢侈的奔驰迈巴赫轿车。难以想象，这些极尽奢华的高端奢侈品，竟全部出自向来以低调朴素自称的金正恩夫妇身上。更不可置信的是，朝鲜遭受了大半个世纪的西方制裁，至今仍有大批国民面临严重粮食短缺问题，而金正恩又哪来的钱去极尽享受奢靡？2012年，随着前领导人金正日逝去，金正恩正式成为朝鲜第3代领导人。这年7月15号，金正恩携妻子首次来到军队视察。在朝鲜官媒披露的照片中，金正恩与李雪主正在观赏战士们的艺术表演。照片流出后，立刻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只因李雪主随身携带了一件绝大多数朝鲜人闻所未闻、更不可能见过的奢侈品——一个迪奥的手提包。韩国媒体立刻报道称，该手包如果是正品的话，价格至少在180万韩元以上，相当于朝鲜开城工业区一位普通工人16个月的工资。而开城工业区遍布南北朝合资企业，是朝鲜出了名的高水平工资区。一个小小的手提包让李雪主在一群身穿橄榄绿军装和素色中山装的人群中显得格外扎眼。90年代的朝鲜还在为饥荒发愁，一场恶劣自然天气就可能饿死无数朝鲜人民。那时的朝鲜几乎每年都会出现逃荒的难民。2010年前后，朝鲜的生产建设情况依然不容乐观，2/3民众依然面临粮食短缺威胁。金正恩在视察部队时甚至直言，每天如果能给战士们发放200克大豆就很好。可就在这种情况下，李雪主却屡屡以时髦奢华的装扮现身，与金家极力想要营造的朴素艰苦形象背道而驰。甚至就连金正恩自己近些年也开始流露奢靡生活气息。据说金正恩一件大衣就要数千万韩元，更好的要上亿。每一件大衣的布料都要选用最好的羊绒，再经由国家最优秀的裁缝缝制。金正恩也很喜欢腕表，某次出席外交活动，他就佩戴过一只百达翡丽铂金白腕表，价值在8万美元以上。在和李雪主出席金正日诞辰活动时，两人还曾佩戴过一对瑞士摩帆陀情侣表款，同样价值不菲。外出活动，金正恩向来一身朴素中山装打扮，但私下里却极尽奢华。他拥有多个私人度假岛屿，麾下有2艘价值近亿的豪华游艇，就连偶尔佩戴的眼镜也是金丝边制造而成。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金正恩的座驾比普京的还要豪华。2019年4月，金正恩造访俄罗斯海参崴，在火车站，除了列队迎接金正恩的俄罗斯仪仗队之外，还有2辆迈巴赫格外引人注意，其中一辆是迈巴赫 S600， 另一辆是迈巴赫 S62， 主人都是金正恩。2辆豪华座驾都是最高级别的防弹车。值得一提的是，普京的座驾是奔驰 S600， 但放在这2辆豪车面前，明显低了一个档次。无论是车长、内饰还是车内空间大小、乘坐舒适感， S62 和迈巴赫 S600 都要略胜一筹。实际上，早在2018年6月的新加坡峰会期间，金正恩的座驾就出过一次风头。加长版的 S600 登场后，抢占了所有媒体的镜头。在此后的会议期间，朝鲜警卫队多次 V 字形排列，跟随 S600 列队前行。据欧洲方面的汽车公司介绍，金正恩这款座驾不仅外表豪华，内部更是最佳的工作和会议场所，通讯系统、娱乐设备应有尽有。不光是外出工作乘坐，哪怕在平时生活中，金正恩也喜欢驾驶自己的爱车，在家附近兜风游玩。这是金正日私人厨师藤本健二亲眼目睹过的。除金正恩本人外，朝鲜政府许多高级官员的座驾也都是奔驰之类的高级轿车。自金正恩上台之后，外部流入朝鲜的奢侈品越来越多。2013年，韩国一份数据显示，朝鲜奢侈品支出相较2011年翻了1倍，达到6.5亿美元。这个数字看起来不算大，但放在国民连吃饭都吃不饱，且遭受了西方世界大半个世纪封锁的朝鲜身上，就显得有些不可思议。那么，金正恩在国家如此贫困的情况下，到底哪来的钱享尽荣华富贵？韩国方面曾公布过金正恩上台前后朝鲜历年经济增长变化。2010年，朝鲜经济增长率为负 0.5%， 2011年为 0.8%， 2012年为 1.3%， 2013年为 1.1%， 2014年为 1.0%。就经济规模来看，朝鲜经济增速进步缓慢，远远跟不上社会建设的巨大花费。韩国人给朝鲜算过一笔账，2015年朝鲜发射一个卫星耗费 8.5亿美元，每年用于核武器研发项目资金约11亿美元，而同年度朝鲜 GDP 总量不过290亿美元。这意味着朝鲜一爆一射就消耗掉经济总量的 6.7%。 如果仅看朝鲜的纸面经济数据，朝鲜早已入不敷出，西方世界的制裁更没必要。
朝鲜人自己多试验几次核爆炸，多放几颗卫星，自己的经济就垮了。然而事实却是，朝鲜在社会建设支出如此巨大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经济的小幅增长。而之所以维持经济正向发展，一大关键在于朝鲜的外贸规模相当理想。1988年的朝鲜青年学生联欢节，让朝鲜人尝到了外汇的甜头。自那以后，各类国际贸易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朝鲜拔地而起。政府、军方、朝鲜岛内纷纷着手成立外贸公司，经过多年运作和管理，已经形成完善化的运作体系。很多公司之间建立起良性循环竞争。这些外贸公司的出现，直接营造了现如今朝鲜外贸的一片盛景。数据显示，金正恩上台前后，朝鲜外贸增占率一直维持在7%以上，增速最快的年份一度高达51.6%。如果将朝鲜大大小小的外贸企业比喻成一个大的公司，金正恩就是这家公司的 CEO。各家公司建立起直接向最高领导人负责的监管团队，营收后按照比例上缴给国家财政，这便是政府收入的最大来源。朝鲜外贸发展对金家王朝的政权起到了巩固作用。外贸企业的存在，一方面维持了国家财政的稳定，另一方面也让朝鲜在面对西方世界的围剿时，得以经受住各种大风大浪。除国家外贸收入外，金正恩政府的另一收入来源是海外灰色收入。朝鲜向来是国际社会公认的闭塞国，甚至被贴上自绝于国际社会的标签。不过，站在经济全球化的角度，这一观点根本不成立。经济全球化时代，朝鲜从未脱离过时代浪潮，并且从中获益巨大。朝鲜的对外经济贸易行为有正常的合法贸易，也有为了规避制裁的非法交易，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因此，任何国家都很难看清朝鲜外汇创收的全貌。不过，从朝鲜对外经济的蛛丝马迹中，也可以大致窥见朝鲜的海外前路。从公开的资料来看，朝鲜有多种获取外汇的渠道，比如朝鲜外出务工人员缴纳的忠诚基金。自2004年开城工业区建立以来，每年大约有5.5万名朝鲜员工进入韩国企业工作，每年拿到的工资总额超过1亿美元。而这批工资并不是由韩国雇主直接发放给朝鲜工人，而是直接转账给朝鲜当局。政府在扣除7至9成的忠诚基金后，再将剩余部分返还给工人们。开城工业区创收仅仅是朝鲜获取外汇的一个缩影。金正恩上台之后，开始疯狂加大朝鲜劳动输出力度，大批务工人员被派遣到中国、俄罗斯、非洲、中东。而这批在海外工作的朝鲜人，同样要将工资的大头缴纳给政府。联合国估算，金正恩政府每年获取的忠诚基金就超过20亿美元。除此之外，军火贸易在朝鲜外汇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美西方屡屡对朝鲜实施制裁，禁止其研究核武器及相关技术的研究，可轻小型武器的出口通道并未被堵死，且就算西方世界明令禁止朝鲜不许军火输出，也难以彻底锁死朝鲜。在国际社会向来不缺购买军火商品的买家，这是一片让国际社会难以一锤打死的灰色地带。国际社会预估，朝鲜每年通过军火出口创造的外汇收入至少在5亿至10亿美元之间。与此同时，旅游收入在朝鲜外汇中也占据了一定比例。朝鲜封闭不假，但这也恰恰成为其发展旅游业的一大卖点。除了邻近的中俄，每年都有不少欧美国家的游客去到朝鲜，满足自己的好奇心。2014年，朝鲜每年接待的外国游客就达到10万人，单一个日本每年对朝旅游汇款就多达20亿美元。近几年，随着日朝关系恶化，日本赴朝旅游人员锐减，但同时，朝鲜也形成了新的海外汇款来源——民间汇款。据韩国方面调查，目前居住在韩国的2.7万名脱北者，近一半人都有通过中间人向朝鲜方面亲属汇款情况，中间的佣金高达30%。而这笔横财最终也流入了金正恩政府的腰包。近些年，金正恩与李雪主的高调奢靡生活频频引起外界的讨论。在国民尚且填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国家元首出门乘坐豪华座驾，佩戴名表名包，这样的行为无疑会受到外界的批驳。但殊不知，在朝鲜经济看似毫无起色的情况下，朝鲜政府早已通过外汇创收、外贸发展敛取大量外汇财富。目前，外汇收入已经成为朝鲜财政的一大根基，也是金正恩奢华生活的最大保障。风声、水声、金戈铁马声，声声入耳，但不闻人声。这是1969年的鸭绿江畔，金日成一声令下，朝鲜大军开赴鸭绿江，欲对隔岸的中国曾经的恩人形成威压之势。为卫边保境，中国以3军齐出，一时之间，鸭绿江上空凝满了紧张的空气。然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美国来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与苏联之间曾经出现过一段外交蜜月期。彼时，来自苏联的人才和物资援助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中国人民更是将苏联称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
但好景不长，苏联在与中国的往来中逐渐显露出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本色，甚至妄图侵害中国的国家主权。苏联的行为自然不能为我国领导人与人民所接受，而在苏联人看来，中国如此不配合的态度，就是在挑战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权威地位。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就逐渐出现了裂痕。朝鲜作为一个东北亚地区的小国，根本不可能在中苏两个大国之间通过反复横跳来保全自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都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个合适的靠山。由于苏联在帮助中国的同时，也为朝鲜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在苏联的引导下，朝鲜甚至加入了苏联主导的京沪会体系。靠着京沪会体系的规则，朝鲜得到了大量的低价工业品。而在最关键的时刻，苏联为了表示对朝鲜的支持，直接向金日成宣告，当年苏联给朝鲜提供的战争贷款可以延期偿还。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金日成对中苏两国的态度果然出现了摇摆。在权衡利弊之后，金日成最终决定让朝鲜全面倒向苏联。无论未来苏联做出什么样的举措，朝鲜都一定要紧跟在老大哥的身后。因此，在决定投靠苏联之后，朝鲜开始利用国内的舆论攻击中国，甚至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为当地人民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也从教科书中删去了。与此同时，金日成还下令暂停使用所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建的医院和设备，而由此带来的所有物资损耗，苏联人也全部都会给朝鲜补齐。中朝关系冷淡之后，我国秉承友好的外交理念，曾经屡次通过外交途径向朝鲜方面释放出了愿意改善关系的信号，但这些信号全都被金日成和朝鲜高层给无视了。1964年，勃列日涅夫通过政变推翻了赫鲁晓夫，从此以后，苏联开始在霸权主义的道路上加速狂奔。此时，苏联的经济状况也恢复到了二战之后的最佳水平，因而苏联对朝鲜的援助力度也在持续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几乎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苏联手中的一颗棋子。1969年3月2日，苏联的边防部队入侵了我国东北地区的珍宝岛，随后勃列日涅夫政府又倒打一耙，借机污蔑中国。随着局势的紧张，苏联随时都有可能对中国发起全面的入侵战争。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朝鲜居然也主动跳了出来，发表了一番针对中国的挑衅言论。朝中社在第一时间发表了一番颠倒黑白的评论，他们与苏联一样，将珍宝岛事件中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中国的头上。这种做法立刻引发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但我国与朝鲜毕竟是属于同一个阵营的国家，这又是山水相连的邻国，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并不想直接与朝鲜爆发冲突。经过党中央的慎重讨论后，决定在两国边境上架起高音喇叭，与朝鲜展开针锋相对的宣传战。中国人向来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当我们将所有的事实证据全部都列出来之后，朝鲜和苏联方面的说辞立刻就被揭穿了。许多朝鲜民众甚至都对中国表达了支持和同情的态度。一段时间过后，我国的宣传战取得了重大成果。眼看着在宣传上无法击垮中国，苏联便决定用更加强硬的武力手段来迫使中国屈服。而为了牵制中国在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国防力量，朝鲜也被苏联拉入到了自己的战壕之中。根据苏联方面的要求，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立刻在中朝两国的边境部署了数十万部队。但为了平复国内民众的情绪，朝鲜政府坚持对外宣称这些部队只是为了防止来自外部的威胁。早在中朝两国爆发舆论战的时候，我国就已经料到了苏联和朝鲜会动用武力来威胁中国，于是我国也将大批部队部署在了鸭绿江沿岸，严密监视对岸的动作。一时之间，整个鸭绿江都笼罩在军事对峙的阴云之下。由于苏联和朝鲜高层的错误决定，曾经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过的伙伴，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着擦枪走火的风险。然而，当双方的对峙进行到1969年4月份的时候，原本紧张万分的局势却突然迎来了一丝转折的曙光。就连苏联人都没有料到，朝鲜居然会在这个时候与美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朝鲜方面的这一举措，直接让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如果未来苏联还像过去一样准备与朝鲜联合在东北亚发起一场军事行动，美国人就很有可能会坐收渔翁之利。而此时的美国也刚好缺少一个介入远东地区事务的借口。眼见此情此景，中国领导人从中嗅到了缓和中朝关系的机会。原来1969年4月，朝鲜击落了一架入侵其领空的美军侦察机，这一事件立刻引发了美国政府和驻韩美军方面的强烈反应。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甚至威胁要对朝鲜动用武力。
当时苏联的主要力量都被美国牵制在欧洲，同时苏联还在非洲的多个地区扶植了不少亲苏武装，试图在当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所以苏联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和兵力来保护朝鲜。而朝鲜如果要以自己的实力跟美国人硬拼，也是不太现实的，所以金日成只能再次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对于朝鲜来说，中国自古以来就给了他们安全感，而对于中国来说，朝鲜是关乎到我国国防安全的关键地带，绝对不容有失。因此，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向朝鲜方面发出了战争警告之后，我国领导人立刻就向朝鲜方面提出了进行外交对话的要求。只要两国关系能够缓和下来，朝鲜未来的安全就能够得到保证。于是，金日成立刻派出特使访问中国，在北京，毛主席亲自接见了朝鲜方面的特使，并向金日成转达了中国的意见。中国领导人告诉朝鲜，我们无意与他们为敌，朝鲜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本处于唇亡齿寒的境地。尽管两国之间过去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但在朝鲜再次面临危险的时候，中国仍然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中国领导人的这番话，相当于是给金日成和朝鲜政府高层吃了一颗定心丸。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发表公开声明，谴责美国对朝鲜发出的军事威胁。最终，美国也见好就收，没有继续让事态恶化下去。在中朝两国建立了初步的沟通渠道之后，朝鲜方面也向我国领导人发出了外交访问邀请。随后，周恩来总理确定于1970年4月份访问朝鲜。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与朝鲜的领导人进行沟通，另一方面也可以趁着清明时节祭奠那些牺牲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1970年4月5号，周总理乘坐的专机降落在了平壤的机场上。当周总理走出机舱的那一刻，两国之间的关系终于实现了破冰。随后，周总理在金日成等人的陪同下前往烈士陵园祭奠志愿军烈士。在此期间，周总理和其他同志还不忘给牺牲在朝鲜战争中的苏联飞行员献上花圈。经历过这次访问之后，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关系总算是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但直到冷战结束，对苏联的外交关系仍然是朝鲜外交事务中的优先级。这对于朝鲜来说，既是一种现实的考量，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国际外交说到底仍然是一场残酷且现实的游戏。每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这其中既有欢声笑语，也有泪水与无奈。但当时代发展的脚步走到今天，这个世界已经不再需要一个霸主了，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世界走向多极化，才是未来历史的发展方向。